くそ、こんなところでやられて。现在距离 deadline 1小时，根据我精密的计算，我大约50分钟可以完成作业，也就是说我可以压线准时交。再过8分钟就 deadline， 果然我的计算没有错误。纳尼？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很多人如果有在写程式，可能就会想要使用 Linux 的 terminal。不过 Linux 的 distribution 有这么多种，那到底要怎么选？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今天就想要推荐一下我个人在使用，那我也最推荐的一个 distro， 就是 Manjaro。我其实过去也有使用过 Ubuntu， 不过我后来改用 Manjaro 之后，我就觉得它比较好用。那有几个原因哦。第一个就是安装容易。Manjaro 基本上对新手是非常友善的，你只要去官网下载档案，然后直接使用预设的设定安装，就很轻松就可以安装好了。我个人是使用 KDE 的版本，那它界面很漂亮，也很容易调整各种设定，所以我非常推荐。当然，安装容易这点很多 distro 其实都可以办到啦，包含 Ubuntu 跟 Mint 等等的。所以我们就来讲第二个我推荐它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有 AUR。那么 AUR 是什么 ？AUR 其实就是 Arch User Repository 的缩写。那么 AUR 其实就像是你手机 Android 的 Play Store 或是 Apple 的App Store 等等，它有一个中心的商店，让你可以下载几乎所有的 App。那你可能会说 Ubuntu 也有 Snap 或是 Apt 可以用啊，那它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它跟 Ubuntu 最大的差别就是 Ubuntu 它通常商店的版本都有点旧，它的软体版本有点旧，甚至很多可能都没有。那你要装的话，你要自己新增 repository 的 URL， 不然就没办法安装。不然有些甚至是你需要自己手动安装。AUR 的好处就是它几乎什么软体都有，那你只要直接从上面下载就好，它也都有最新版本。我自己用过的包含一些 debugger、BT 下载器，甚至 VS Code 都有接近最新版本的，可以直接下载，所以几乎永远不需要手动安装任何东西。那我觉得这就是 Arch 系统的最大好处。不过 Arch 因为安装麻烦嘛，那 Manjaro 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非常推荐 Manjaro。OK， 那最后的原因就是它是 rolling release。也就是说，它版本更新是一次一次小更新，这样不会像 Ubuntu， 它可能有从 16.04 升到 18.04， 然后又升到 20.04 这样子，有一些大改版之类的。我自己过去用 Ubuntu 是没有什么升级上的问题的，不过它还是要升级，然后重开机，这样可能会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吧，我不太确定。那不过你使用像 Manjaro 的话，就是你定期更新就好，你通常都没有什么感觉它有什么变化，它就会一直慢慢这样子小改版、小更新这样上去。你只要照着更新，你就永远系统都是最新版本，不需要做非常重大的大更新这样子。OK， 以上就是我推荐 Manjaro 的原因。那你如果想要看更多关于 Manjaro 的介绍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可能可以做更多影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